地面撤军，同时空中打击，一边被炸一边误炸。这美国情报系统在阿富汗能不能够帮美军拨开战争迷雾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开始在喀布尔搅局，美国就面临了一个新的喜忧参半的局面。好的一方面，我们以前谈到过了，现在呢，塔利班也呼吁美国大使馆留下，美国呢有可能重返阿富汗，但是美国撤军之后，不可能灰溜溜离开之后，塔利班一招呼他就留下呀。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美国怎么那么听塔利班的话？这面子还要不要？所以呢，这个好消息得看怎么去用。如果说现在面对伊斯兰国威胁，正好以此为台阶，暂时放下跟塔利班的恩怨，加强和塔利班的情报合作，然后通过进行一连串的打击、报复、轰炸，树立一个强势形象，证明说我美国虽然地面不留人，但是呢，我通过空中打击手段还是能够控制和左右阿富汗局面。你塔利班得仰仗我才行，有这么一个姿态和强势了，才方便重返阿富汗和塔利班继续打交道。而且呢，报仇这个事儿呢，还真的必须得美军自己干，毕竟是美军死人了嘛。否则的话呢，找别人来干照样是丢人。你看美国这个黑水公司这两天提了个方案，让美国政府给黑水公司1000亿美元，然后拿这笔钱，黑水公司保证未来用几十年扫平阿富汗。我估计美国政府就没法接受这么一个方案。一方面，这不是自己美军亲手报复，那没面子；另一方面呢，谁知道几十年以后什么情况？这1000亿美元给你了，过几十年我等不起，您这个方案纯属是卖大力丸的。而且毕竟是自己10几个士兵被一次炸死，兹事体大，所以处理这个问题，美国这边呢就有点走悬崖峭壁的感觉。后续针对这个呼罗珊分支打击报复，如果有效得力，确实可以挽回一部分美军的面子。不过万一处理不好的话呢，比如说出现了频繁的错炸、误炸，那恐怖袭击没有被遏制，反而是拜登政府的面子更没地方搁，因为美国国内一堆人等着揪拜登的错。这个时候啊，情报部门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你要找对报复对象，找清楚对象的位置，就离不开一个在阿富汗非常深入民间的情报网络。而且美国各个情报部门之间，情报部门跟军队之间还必须有一个严密配合。但是呢，要形成这么一个情报网络，对美国来讲就是个难题。首先是和阿富汗人合作怎么去搞，敢不敢真的去相信塔利班？要知道美国情报部门之间、军队之间相互信任配合都有问题，去跟塔利班搞一个严密配合，怎么去想象？想当年就是911之前啊，联邦调查局纽约分部奥尼尔小组已经追着本拉登手下人员信息，都已经追到了他们在马来西亚开会的情报了，然后向中央情报局求助，寻找进一步信息。居然是中情局拒绝跟联邦调查局分享信息，最后这条线没跟上去，跟断了。奥尼尔一生气，后来辞了职，在纽约世贸大楼找个公司当高管。911那一天他还上班，所以美国最懂本拉登的人就没了。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也是不配合，中情局发现了扎卡维的痕迹，打算是把声音做得低调一点。最后呢，美国军方打击效果不好，反而是把扎卡维的声势给壮大了。而现在在阿富汗遇到的情况就更复杂了，势力更加错综复杂，所以美国情报系统呢，要在阿富汗怎么能够看穿战场迷雾，恐怕比以前在阿联酋、比在伊拉克等地就会更加艰难。好，关于美国情报部门面对这个呼罗珊分支，到底能不能够把事情玩转，我们等着瞧。今天的话题呢，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